第22个年头啦 ，LeBron 也算是突破所有球员签名鞋球员本人在场实着最长的记录了。在 Jordan 本人勉强能算他穿到 Jordan 18代的状况下，毕竟这位老妖怪有个没有人能打破的记录，不是3连霸2次，而是复出次数最多。就算如他，也在19代前正式退休了。而 LeBron 目前看来还要继续穿到23代啊。大家好，我是地方的先生 Weber，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要带来的是货号 HV5146-400 LeBron 22代 Monopoly Token。这一双在一开始曝光时，被不少鞋友戏称 Zoom Freak 6 Pro、Freak 6 Elite、Freak 7的 LeBron 22代。那为什么会被大家这么说呢？还不是因为这一次外侧的大勾勾元素和外底分离的设计实在太像 Freak 系列里常出现的设计风格。不过鞋友们，其实这个外底分离设计的元素在 LeBron 过去的支线 Soldier 跟 Ambassador 上算是不难见到的设计。例如 Soldier 1代、9代、12代、Ambassador 13代或是正代的 LeBron 13代上也有过。地方先生只能说 Freak 234打到骨折后，给大家的印象太深了啦。而这一次 LeBron 22在设计上，相信鞋友们应该已经看到不少资讯了。地方先生今天就来分享一下自己看到相关消息后的2个心得咯。首先，看来 LeBron 23代的设计主题很大的机会是由 LeBron 的老婆来担当，因为前几代的鞋款都有家人相关主题。从 LeBron 21代是由小女儿为主 ，Next Gen 主要是出给 Bronny James 大儿子，再到这一次 LeBron 22代首发 Crown Jewelry 是跟 Bryce James 二儿子有点关系。LeBron 家庭中只剩老婆和妈妈还没出过相关球鞋啦。那为什么不是妈妈呢？因为妈妈已经出过不少相关配色的正代了，再加上 LeBron 很有可能会在 LeBron 23代退休，以商人的角度来看，盛大的在23代退休时，再加上主题是老婆，政治正确到不行的状况下，谁敢嘴？而另一个地方，先生有注意到的是，这次目前释出的媒体稿里有一个人名消失了，那就是从 LeBron 7代开始到21代的御用设计师 Jason Patrick， 在22代里是由 Basketball Director Rose Klein 为发言人。难不成 Jason Patrick 也离开 Nike 了？但看 Link 里 Jason Patrick 还在 Nike 嘞，只能希望其实 Jason Patrick 还是有参加 LeBron 22代的相关设计咯。毕竟如果能一路设计到 LeBron 的最后一代，也是一个美谈。当然有小道消息的鞋友或是 Nike 相关的 HR 人员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好的，地方先生也说够多跟球鞋本身无关的故事了，那就来说说联名配色的故事吧。在首发配色后，这一次 Monopoly 第一组 Currency 算是 LeBron 22里最早曝光的配色了。当时有不少对外观不好的评价，不得不说，连地方先生带着粉丝滤镜，接受度相对高的状况下，也有点难以接受这一组 Currency 配色。还好后来有冒出一组 Token 配色，而 Currency 不用说，就是以游戏里的玩具纸钞作为主题咯，而 Token 则是用上了地产大亨里旗子的奢华印象而来。至于 LeBron James 为什么会跟 Monopoly 联名，主要是因为 LeBron 很喜欢跟着家人一起玩地产大亨啦。这个从之前 Space Jam 2代的桌游组也可略知一二。接下来就是从鞋盒开始，这一次 LeBron 22代的鞋盒细节一大堆啊！当然，从20代回归的抽屉式鞋盒是不可少的。跟一般配色白灰色的鞋盒不同 ，Monopoly 直接用上了黑色的外壳，上面有着大大的 Monopoly。LeBron 的 logo 和一条 The LeBron James Edition 的字体，鞋盒压纹的部分是由狮头加花卉图案组成。可惜的是，在一般配色上挖空露出内鞋盒图案的设计，在联名配色上则是被拿掉了，只在短面处有一枚地产大亨小脸。不过内层抽屉式鞋盒倒是补回一点新意，放上了不同面额的纸钞图案，连同包装衬纸也有同样的搭配，算是有一定的特色。可是鞋友们，你们是喜欢 Monopoly 的包装处理，还是一般配色有的挖空和常入 logo 的设计呢？
打开鞋盒后，当然 Tap Pack 小卡是一定要有的。这个从 LeBron 19代就开始的 Package Item， 能让消费者第一时间就知道他们买的这双鞋有什么科技。另外，这一次的 Tap Pack 小卡又加上了更多的新诗啊！正面有一枚钻石皇冠的 logo 和万花筒图形完成。打开小卡后，左右就是一定会出现的 Sketch 图，还有配置分布图，而中间的万花筒图形则融入了 LeBron 22代的 Sketch。再反转到背面后，还有着 LeBron 的签名和代表 XX2 的罗马字体2在签名上，总算说完包装啦。来到前段鞋身，跟一般配色的冲孔合成皮不同 ，Token 配色上是直接用完整的人造皮，前段 toe box 的地方有着放射状的冲孔。最重要的就是在鞋身上面的 screen print 是用一层磨砂质感的花卉图完成，而且 screen print 上还有掺入些许的反光粉，在闪光灯打下去的状况下 ，screen print 的图案就变得更立体啦。这 retail price 多加了20块钱美金，还算有多给点东西啦。而鞋带系统跟鞋舌在这里 LeBron 22代就相对的没有那么旗舰了。前3组鞋带孔是由平支提带车盒形成，后面3组则是换成了带着金色的鞋带环，与之搭配的鞋带是有着金色细点的平条鞋带。对了，这一组配色还有多附另一对 Midnight Navy 的鞋带哦。鞋舌是以半内靴架构完成，在这里还算设计厅有良心，维持着从 LeBron 20代以来有一定厚度和回弹感的双层内填充，在外层脚趾下方也一样有着一层海绵填充层保护着脚趾，而外层鞋舌在 Monopoly 上则是用上了麂皮冲孔的材料，向上移动可以看到一片倒三角形的皮质裁片，车在鞋舌上当中间鞋带环，正中间则是一枚珠光的立体三角形 patch， 里面的图案跟一般配色的 XX2 不同。Monopoly 联名当然是放上自己的 N logo 咯。接下来是鞋身中后段，在这里上下两段的鞋面都是人造皮，跟同样的花卉 screen print， 这里得说印花图形对的还算准哦。而在两片裁片连接处，就是 LeBron 22最主要的一体式设计啦，有一条金色织带跟 LeBron 21很像，从外侧形成的swoosh后，一路到后跟，在后跟形成 LeBron James 的签名图形，最后再到内侧完成上下鞋身的分段。不过当然啦，中间是有偷断开的啦，只是 Nike 把它藏得很巧妙。回到外侧，在脚踝下方，这配色还有加上一枚长方形的金色 Monopoly 标。另外，鞋领跟鞋垫的部分 ，LeBron 22维持的从 LeBron 20代开始，也是由 Air Zoom Generation 传承过来的 Nike Sphere 透气内填充，而鞋垫的部分则是用上相对薄的回收材质鞋垫，正面放上了一枚红底白字的 Monopoly logo。而中底的部分跟 LeBron 21说一样又不一样，一样的是整个中底由 Cushlon 2.0 加前掌 Uploaded Zoom Turbo， 还有后掌大面积马蹄形的 Button Loaded Zoom Air 完成。这一组气垫配置法在 LeBron 20、21代上都能看到，甚至你说 Next Gen AMPD 也行。等等 ，Next Gen 是后掌 Uploaded Zoom Air 哦。但这次在小卡上还能看到外层有一组所谓的 Molded Midfoot Saddle 中足马鞍式环形稳定片，而 Nike 也在这组稳定片上下了不少功夫啊。外侧是一枚为了 match Monopoly 豪华感的金色立体 swoosh 标，内侧则是 Monopoly 加上皇冠加冕的金色绣花 logo。最后来到外底，是的，这组配色用上了全蓝色的 XDR 外底，前掌上半处有着 XX2， 当然是代表 LeBron 22代啦，而后跟上翻的地方则有代表的 LeBron 出生地和出生年的左脚 Akron OH， 右脚 EST 1984，而主要的纹路是以条状纹路，但以大块的三角形分区后，用不同方向来完成有着放射感状的设计。前后掌分开，而在各自的分段区中间都有一枚小小的皇冠 logo。LeBron 22代 Monopoly Token 的科技跟配置就结束喽。
这一组 token 配色从一般配色的180块钱美金又回到200块钱美金啦，而台湾的定价则是一起回到 LeBron 21代的6600块钱新台币。只能说这次台湾定价有点混乱，或是你说分的有点细，因为同样美金定价的 currency 在台湾是6000块钱新台币，而一般配色的 LeBron 22代则是5400块钱新台币。地方先生只能说，相信 Nike 是想说反正定价原本就卖不太出去，就多赚一点是一点吗？地方先生，你太……而地方先生在这就要感谢球友的支援啦。这一组 token 配色是从球友那借来的，所以地方先生没花钱。至于实际目标价的部分，这组配色目前整体货量相对比较少，所以现在二级市场的价格比较硬。但这可是 LeBron 的鞋啊，就算地方先生相对喜欢，有粉丝滤镜，也知道在后期热度下降后，还是有不少的下修程度，自己就先定在3600块钱到3900块钱新台币之间吧。尺寸的部分，这一次出借的球友是 US10 的 size， 他也是大方的说可以拍10着啦。那地方先生就不客气啦，只是在分享尺寸上可能参考价值不高。在10着 Nike 引力厚袜的状况下，一开始下脚，好像还好嘞，但那是错觉。在30秒左右后，脚掌两侧最宽处、前掌脚趾处和后跟脚踝后方都有不小的压力感。如果是喜欢极致紧的鞋友，可能可以考虑小半码，不过建议还是按一般 Nike 原 size 入手咯。其他实战心得的部分，不是自己的鞋就留给主人体验咯 ，pass。重量的部分 ，US10 单支456克重，哇！这一组配色的鞋重比 LeBron 21代 US10.5 的436克还重了20克重，而且还是在 size 更小的状况下，原 size US10.5 的话，这组配色应该会多重40到50克左右吧。对重量有考量的鞋友要多注意哦。整体而言，这一次的 LeBron 22代以科技跟配置来说，真的是更动不大。而在 LeBron 很有可能在明年开始退休巡回的状况下，因为目前的正负值全队最低了，而地方先生也是走一个且看且珍惜的心情，只能说看来 Nike 是在帮明年的 LeBron 23代准备更多的实力空间啦。不过这一组 Monopoly 配色上的相关细节还是蛮不错的，带着反光粉的鞋身 Screen Print， 还有鞋身上各处地毯大亨和金色的 swoosh 线条，相信是能满足喜欢联名配色的鞋友。至于实战的部分在整体需求算小改款的状况下，以场地感为最高需求的鞋友就直接 pass 吧。而2、3、4、5号位喜欢有着 Zoom Air 澎湃和有一定缓震需求的鞋友， LeBron 22一样走一个不限制打法的设定。如果没有配色考量的话，相信后期能看到部分配色进入2000块钱新台币左右的价格。现在可以先去买 LeBron 21代啊，别忘了 LeBron 21跟 LeBron 22原 size 会比较 OK 就好。今天对于 LeBron 22代 Monopoly Token 的分享就结束咯。对于这双鞋有任何问题或是看法的，也可以留言交流。我们下周见，拜拜。